相信常來日本的朋友對於富士山河口湖應該不陌生吧？河口湖是富士五湖之一，是最早開發觀光的湖，交通也相對方便，無論是搭乘富士回遊列車或是高速巴士，都可以直接抵達河口湖車站。大家都說來河口湖觀光就是要開車或是搭巴士才方便，但你有試過用走的嗎？這次我就徒步環河口湖一圈，帶大家來看看車窗外看不到的風景。這次的照片全程都是用 Vivo X300 Pro 拍攝，不得不說真的很好拍。12月4日早上8點半左右，從下榻的東橫線出發，以逆時針方向前進。踏出幾步後，就可以看到道路盡頭的富士山，真的很美啊！12月初的天氣已經入冬，轉紅的楓葉幾乎都已經凋謝，但路上還是能看到僅存的幾顆紅楓，也有看起來很美味的柿子。其實這次徒步環湖最擔心的不是走不完，而是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。沒想到在環湖的路上，只要稍微找一下就沒問題，或是直接在 Google Maps 上搜尋 Restroom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公共廁所，而且都附帶有飲料販賣機，真的很貼心啊！約莫走了1公里就抵達遊覽船天晴號的搭船地點，附近也有可以直接登上天上山公園的纜車，不過我這趟旅途都沒有搭乘。在河口湖東南岸這一塊，基本上都看不到富士山，一直要走到比較偏北岸的時候，才能看到露出山頭的富士山。而大家最喜歡拍攝逆富士的地點產屋崎神社，大概沿着湖畔走3公里就可以抵達。當然，我想大家應該都是直接走河口湖大橋，穿過湖面比較快啊。今天的風還是稍微大一點，沒辦法看到美美的逆富士，但是這趟旅行我還真的有拍到，這部分之後影片也會分享。入冬後，芒草也會開始慢慢的凋謝，但12月初還是可以看到整片的芒草，而且還能感受到芒草花在天空飛舞的景色，其實還蠻浪漫的。搭着芒草當前景的富士山真的很美。走着走着就到大家都會來的大石公園，已經走了大概7公里，但這邊的遊客實在太多了，拍個2張照片就繼續往前進。接下來這個點建議大家一定要來，到留守岩的附近，道路突然一分為2，加上楓葉的映襯，就好像楓葉隧道一樣，非常的美麗。如果想要拍攝隧道感的照片，可以到留守岩停車場內拍，還可以拍到楓葉與富士山的合影。繼續往前走，可以發現富士山的右側慢慢的消失，這代表我已經走了一半的路。對了，在湖畔大多數的區域都設置有行人專用道，甚至還有禁止單車通行，所以散步起來非常的輕鬆。河口湖的東岸也正在新建人行道，明年再來時應該會更好走。當完全看不到富士山時，大概就走了3/4的路程。原本想說，我再往西湖的方向走，但看到超級陡的上坡之後，我還是環完河口湖就好了。回到南岸後，雖然沒有富士山相伴，但路上的特色店家就開始多了起來，車流也開始慢慢變多。因為肚子也開始餓了，所以加緊腳步回到飯店，完成了這次的徒步環湖。總里程數大概是19.51公里，含走走停的時間大概花了6小時左右。這樣走下來，因為氣溫大多落在0到5度之間，其實非常的舒適。如果你問我會不會再走一次呢？應該會吧，或許下次再來就來環山中湖也不錯哦。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，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期的內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，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